蒙面财经，朋友们好，今天是2020年6月13号。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大额现金管理制度。那这个制度呢，出台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啊？以及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那这个规定呢，其实不是一个多么新鲜的规定啊。这个规定早在去年11月5号就已经出来了，当时呢，只不过是一个征求意见稿啊，全文叫在河北省、浙江省、深圳市试点开展大额现金管理的通知。那央行呢，当时在官网上也有公开啊，当时也有媒体报道，但是好像当时呢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和重视。那这次出来的呢是已经生效的行政法规啊，全称就叫《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开展大额现金管理试点的通知》。那这个法规呢是7月份将率先在河北省实施，然后10月份呢在浙江和深圳实施。那这个规定呢，有些朋友可能还不太熟悉啊，那我在这里呢简单做个介绍。那首先是金额认定。就是多少钱呢算大额现金？那这个起点是多少？那关于这个认定呢，它分为对公账户和对私账户。那对公账户呢都是统一的，就是50万啊。对私账户呢，不同省份的认定呢标准不一样。河北省是10万，浙江省是30万啊，深圳市是20万。那如果你超过刚才说的这些金额的标准呢，你还想取走这个大额现金呢，你就需要预约和登记。那具体登记哪些信息呢？细则还没有出来啊，但是肯定登记的信息是非常具体的，非常详细的。那这里提一点啊，大家注意，这个法规呢，它规范的是大额现金存取啊，不是大额转账管理啊。你网上银行转账或者去柜台转账，该转多少还是多少，跟这个呢没有关系。那这个规范呢，只是大额现金现钞。那我看有些媒体它是标题党啊，这个故意耸人听闻啊，所以就说这个大额转账也要受限了，其实跟这个没关系。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要选择这3个地区啊？去年11月5号的时候，其实征求意见稿当时给了一个理由啊，他说河北省呢是因为这个当地的金融机构大额现金管理的基础比较好，浙江省呢是因为特定行业大额现金用的比较多啊，尤其是个人账户大额现钞用的情况很突出。那选择深圳呢，是因为深圳和香港之间的人民币的跨境的这个钞票的流动比较普遍。那我觉得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啊，就是这个3个省市很有代表性啊，刚好是中国的3个核心的经济带啊，一个是河北是位于这个京津冀经济带，浙江省呢是位于长三角经济带，那深圳市呢是珠三角经济带啊，都有一定的代表意义。所以在这3个地方做试点呢，是有利于未来全国推广的。那再有一点呢，就是央行在出台这个背景里面，他说过一句话啊，他说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呢，大额现金交易集中在特定领域、特定人群和特定时期。那关于这个特定行业呢，央行也给了一个解释。那你像河北省呢，他说主要是侧重于房地产行业；那浙江省呢，主要侧重于批发零售、房地产、建筑、汽车销售行业啊。那这些行业呢，用的现金比较多。那深圳市呢，主要就是侧重于这个境内外的人民币的跨境流动。好，最后呢再说2点啊，一个就是这个现金实物啊，这个关于现金它是可追溯的，就是这个现金这一批次出去以后，它通过冠字号码，它可以信息采集，可以追踪啊，也就是说谁取的，什么时候取的，在哪儿取的啊，或者谁存的，什么时候存的，在哪儿存的，它都可以追踪得到。那这样的话呢，大额现金的这个流动啊、流通啊，其实就跟银行转账没什么区别啊，基本都可以追踪到。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个人现金的收入报告啊，就如果他会选一些适宜的地区，探索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啊这些领导人，从这些人入手，推动呢这些主体去报告一定金额以上的现金收入。好了，这个就是上面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大额现金管理制度的内容。那这个呢，大家自己看一看法规呢，也都能明白。接着呢，我想说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央行出台这个规定的到底是想干什么啊？目的是啥啊？咱们国家呢，这个沟通跟美联储不太一样啊，咱们国家央行跟美联储不太一样，经常呢，是有的时候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啊，所以呢说的不太明白给人。那我们先说几个简单的央行的这个出台这个规定的目的。那首先呢是打击贪污腐败违法犯罪，尤其是反洗钱这方面。那这个呢我不用多说了啊，大额现金呢又是预约又是登记，再加上追溯，可以追溯追踪去向，那肯定对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呢非常有利啊，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那第二点呢就是加强这个纳税稽查，有些行业呢如果是现金收付款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偷税漏税。那通过大额现金的这种登记追踪制度那如果你用现金再收付款的话，想规避税务稽查就变得越来越难
那第三个目的呢，就是这个现金过程中呢，央行说有损耗啊，还有不管是这个现金的损耗啊，还是运钞押运人员的这个工资啊，有成本有损耗，他觉得这个可以降低社会现金流通总成本。但是这个我觉得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原因啊。第四个目的呢，就是深圳和香港之间的一个现钞的跨境流动啊。大家知道香港是人民币最大的离岸市场啊，70%的这个交易都在这个香港离岸市场这块儿。那人民币从深圳搬运到这个很近的这个香港啊，就可以在那里很容易换成外币，不管是港元、欧元、美元都可以啊。去过香港，大家有一个感受，就是很多的这个货币的兑换店，大街上随处可以见啊。所以深圳呢作为试点，央行呢就很明确的说，就是为了防范人民币的跨境流动。那第五点是什么呢？第五点是央行它本身也想搞清楚这个社会中流通的现金的流向啊。互联网支付已经这么发达的情况下，为什么现金需求还这么旺盛？那少数的行业呢，虽然用现金比较多啊，像这个房地产啊、建筑啊、零售，但是依然不能解释为什么社会上流通中的现金这些年非但没有下降，反而逐年在上升大家看这张图，那这张图呢就是显示的 M0就看这个 M0就是流通中的现金。你看从2015年6月份的5.8万亿一直增长到2020年5月份的7.97万亿因为我这里没做成曲线图，如果做成图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M0它是逐年上升的。那其实呢，这个是很反常的跟我们的感觉和逻辑走是很反常的。因为15年以后呢，移动支付就开始大幅的普及，使用现金的场景越来越少。很多时候呢，其实你不出门带现金出门不带现金一点问题都没有正常来讲呢，流通中的现金应该是逐年减少才对。央行呢，在2017年它有一个统计和调研的数据就是它统计到个人小规模的存取这个现金的情况越来越少，但是大额现金的进出呢却在增加。那个别地区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他发现这个单笔超过10万元的业务的数量，虽然占比只占到不到1%，但是金额呢却接近了27%所以说就是有极少数的人、极少数的交易在用着大部分的这种现金。所以央行这个法规里呢，它也规定了现金分析报告制度具体就是要求银行加大对现金的分析水平，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报送的大额现金业务信息分行业用途金额进行分析，去掌握这个大额现金的流向，预判大额现金的业务风险。好，最后一点也是今天最重要的重点这个非常重要。就是现金呢，在央行看来呢，它是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导火索的可能的大家可以看这张图这个央行的基础货币中呢，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呢是货币发行，也就是真正发行的现钞，那还有一部分呢是其他存款型公司存款这个名字比较拗口那没办法，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呢，它就是这么叫的。那其实呢，它就是商业银行存放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包括法定的和超额的。那货币发行里面呢，又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在社会中流通的，也就是 M0， 还有一部分呢是在金融机构的保险柜里那大家看这个结构，然后呢，大家再想象两种最极端的情况第一种呢是基础货币如果全部变成央行发行的现钞就整个这个基础货币里面没有这个存款准备金了，没有这个下面那部分了，全部都变成现钞现金。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商业银行也就完蛋了因为商业银行呢，它是靠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生存的。人们如果手里都攥着现金，不存银行，那银行呢也就没有存在的基础了更谈不上什么信用派生M2这些。此时呢，就是基础货币 M0 全是 M0也就全是流通中的现金，没人存银行。那这个时候 M2 呢，其实也就等于 M0， 对吧？好，这是第一种极端假设。那第二种极端假设是什么？就是一个社会如果一个国家它完全不使用现金了，现金呢消失了，那这个时候基础货币呢就全部变成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了。那这个可以达到一个什么好处商业银行的子弹呢这个时候就变多了它可以极限化的派生信用就 M2 呢可以达到理论的极限值。我之前不是举过例嘛，就是讲这个中国商业银行的这个放水信用扩张。那我说存款准备金率如果是10%的话，那商业银行的理论信用派生能力的极限就是10%的倒数也就是可以放大10倍，货币乘数可以达到10，对吧？那咱们国家现在的存款准备金率是9.4%，那理论上呢，货币乘数应该是10倍多才对，对吧？但实际上只有6.72。
那原因在哪儿呢？原因就是因为有这个流通中的现金的存在啊，有现金存在。如果全社会一点现金都没有的话，大家都是电子支付，都是银行转账，那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呢，就可以达到极限化啊，也就是说可以把中国的广义货币 M2再推高到一个更高的位置。那我举这两种极端情况呢，例子呢，是为了让大家明白啊，就是流通中的现金呢，它是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的，是对商业银行的稳定性、安全性有重大影响的。那基础货币中的现金如果太多了这个商业银行有风吹草动，就很容易遭到挤兑尤其是存款准备金率比较低的情况下。那说到这儿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联想到一个东西就是前一阵子媒体报道很多的央行的数字货币。那央行的数字货币是要干嘛来着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它明确的目标就是要替代流通中的现金 M0这是它明确的目标。那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大额现金管理制度还是央行数字货币，他们的矛头都直指流通中的现金。那为什么央行这么讨厌或者仇视现金呢？那其实随着这些年，随着央行的不断降准刺激经济，那现在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9.6%这么低了。每逢季末、半年末、年末还有春节这些节点，银行间的市场资金非常容易紧张，全靠央行的客户。那尤其是春节，老百姓取现的需求大幅增加央行此时呢，它不是降准就是搞麻辣粉这些释放基础货币。那它怕的是什么？怕的就是出现经常这个文件里出现的这个名词包括口头上我们经常听到的，就是系统性金融风险。那存款准备金率比较低的情况下呢，整个银行呢确实是经不起风吹草动的。央行数字货币和大额现金管理制度都是冲着社会中流通的现金来的，只不过一个是顶层制度设计要逐步替代流通中的现金 M0，那另一个呢是在现有货币体系制度上的升级对现金流动的强化、加强版的管理。但是两者呢都对未来的中国金融体系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并最终在未来的某个时点相互融合，直至消灭现金。那未来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呢？社会中的每一笔交易都可追溯，每一分钱都有源头，每一个人的数据都是透明的给人感觉有点像梦回1984这确实需要想象力。好了，最后呢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了大额现金管理制度的一些具体内容以及分析了出台这个规定的目的和动机。当然明面上的出台背景呢，央行自己也说了打击违法犯罪，加强税务稽查，降低现金损耗成本之类的。那背后呢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一些原因，那这些原因呢普通人也不太容易理解，央行呢当然也不会跟你说，所以很多人呢就看不透这2年央行到底在玩什么一会儿是央行数字货币一会儿是大额现金管理。好了，那今天呢就先聊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